眼神会说话，白鹿与范丞丞的微表情藏着怎样的亲密密码？一张椅子引爆风波，灯光并不刺眼，配乐也没有刻意铺垫，真正敲进人心的是那一声闷响，椅子被抽走，重心突空，膝盖触地的咚。这一刻，镜头里有惊愕，有慌张，也有一闪而过的克制。表面上像极了综艺里常见的小玩笑，可被无限次回放之后，它迅速脱离了娱乐的边界，变成关于分寸、尊重、安全的公共讨论。我们不再只看两位艺人本身，而是在追问，当笑点与安全相撞，谁来踩刹车？当效果与体面拉扯，底线究竟在哪儿？争议的瞬间，一个动作的重量。抽走椅子只需1秒，跌落的疼却会在膝盖和心里回响很久。舞台的效果可以是轻盈的，但轻盈绝不是轻慢。一个动作在镜头里是戏剧节奏，在当事人身上却有物理与心理的双重重量，可能是尴尬，可能是疼痛，更可能是被迫成为笑料。当制作与表演把好看当作唯一指标，失衡的就不只是身体，还有人的尊严与安全感。白鹿的强韧把疼痛收进体面里。那一刻，白鹿没有扩大伤势，也没有以情绪回击，而是用一个迅速站稳，继续推进节目的选择，稳住了场面。他的体面不是迎合，而是职业感与担当，在不可预期的失误里，先保护秩序与他人的舒适度，再处理个人的感受。真正的强韧，从来不是把痛当作不存在，而是把痛化成仍然可以继续的力量。少年气的边界，范丞丞要补的一堂课。熟悉范丞丞的人知道，他反应快，爱开玩笑，愿意把热闹扛在肩上，这些少年气曾带来不少综艺亮点。也正因此，他更需要把分寸感刻进肌肉，幽默并不等于无畏，机敏也不意味着任性。成熟的艺人会先判断对象、场合、方式是否合适，再让笑点落地。能令所有参与者都体面舒适的幽默，才是高级幽默。工作室的声明，保护与自律并行。风波蔓延之时，工作室的及时发声有其必要，澄清不实、守护名誉是基本动作。但声明之外，更关键的是内部复盘与外部沟通，流程如何改良，风险如何预判。在保证节目张力的同时，怎样把安全作为硬需求写进规则？当保护与自律同步推进，信任才会回流，误会才会止损。网友的4种声音：嘲讽、心疼、愤怒与清醒。舆论从来不是单色。有人说不过是综艺效果，有人为白鹿心疼，也有人对范丞丞的举动表达不满。更可贵的是，被争议激活的清醒不再急于站队，而是讨论原则。娱乐可以轻松，但轻松不能以他人的不适为代价；表达可以多元，但多元不应演变为网络私刑。成熟的观看意味着先还原事实，再表达情绪。安全与氛围，舞台是一项系统工程。一个好看的舞台是看不见的细节叠起来的，道具测试、安全位站姿、互动边界预设、主持的节奏、应急预案与彩排规则，把娱乐比作飞行，艺人像乘务，观众像乘客，制作像机长，而安全就是航线。所有细节稳了，笑点才敢飞，流程扎实了，节目才更松弛。好笑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系统工程的结果。尊重的3要素：看见、共情与问责。尊重不是口号，它有清晰路径。其一是看见，看见对方的处境与感受，把人当人，而非制造效果的机器。其二是共情，换位想，若摔倒的是自己，希望他人如何安放这份意外。其三是问责，对失误承认，对流程修正，对经验留档。这样走，每一次事故都会变少，每一次合作都会更暖。眼神会说话，细节里的情绪坐标。很多人反复看回放，不只看动作本身，更看微表情里的潜台词。白鹿短促吸气，视线下移再抬起，嘴角收紧后迅速放松。这些微小却真实的应激反应，是身体对意外的回声。范丞丞在瞬间的愣住，随后的靠近与试图调节气氛，也是在补救。镜头之外，我们无法确证一句话的全部，但我们能读出尴尬是真实的，缓和同样真实。白鹿跪地后，
他可能说了什么？公众好奇那一秒的交流。负责任的解读是，我们不替当事人杜撰对白，但可以从场面变化推知沟通的方向。他用目光与手势传达我没事，继续，以尽快把节目拉回主线。他也用礼貌的距离感告诉对方边界要在。这不是沉默，而是一种成熟的低噪音沟通，少说话，但把重要的信息传递到位。白鹿如何回应抽椅子？温柔而有风。事后最好的回应方式从不在战术对骂里，而在温柔反弹里，既不制造新的对立，也不让受伤被忽略。对白鹿而言，最有力的回应是继续把专业做满，把分寸讲清，用稳定的舞台表现，替所有在职场里遭遇失误与冒犯的人撑起体面。温柔不等于退让，体面更不是妥协。成长节点，范丞丞的下一步更关键。所有公众人物都会遇到成长节点，把争议变成进步的关键在于下一步，及时表达歉意，明确责任边界，团队层面复盘流程，给出可执行的安全规范。在未来舞台上，用看得见的敬重与节制，对其个人的幽默方式。当观众持续看到改变，质疑自然会被善意覆盖。自由与责任，网络时代的同频。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，言论自由是底色，但自由必须与责任同频。一次转发，一个剪辑，一段配字，都可能改变叙事走向。当事人一句过火的反击，也可能点燃对立的火药桶。信息可以快，心要学会慢，快读慢想，快看慢评。这不是压抑表达，而是让表达更有效，更有温度。家庭与起点，光环照亮，也照出瑕疵。范丞丞的成长路径注定在注释中发生，起点带来资源，也放大每一次失误。光环不是护身符，它更像一束强光，它照亮才华，也照出棱角。越是被看见，越要把边界与尊重练成条件反射。犯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拒绝成长，在聚光灯下学会补课，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避嫌与避伤，规则要有温度。有人建议减少过度亲密互动，这是对避伤的期待。人与人之间并不需要在热闹与冷淡之间二选一，完全可以在温度与边界之间找到平衡。玩笑要有默契，互动要有剧本，安全要有兜底。好的规则从不是降温，而是让温暖更有序，让每个笑点都有安全网。倾听与修复，比立场更难也更重要。在争议里，我们常急着捍卫立场，却忘了先听见事实。真正的修复不是一句算了，而是一套闭环，倾听彼此，表达歉意，调整流程，告知改进。一次成熟的修复会让参与者都获益，观众的判断力更稳，艺人的心智更强，制作的系统更健壮。把意外变成方法论，从风波到范式，每一次意外都值得被制度化吸收。把这次事件转化为方法论，建立危险动作的预审清单，为即兴互动设置红线提醒，主持与导演拥有及时叫停权，彩排保留风险复盘时问。当这些成为惯例，节目就能在安全的轨道上加速，在秩序里释放更大的创意。白鹿与范丞丞从对立叙事到共同成长，将两人放在对立两端是最省力的叙事，把他们并肩放在成长之路上才更有意义。白鹿的文与柔像一支现场减震器，范丞丞的思与改若能落实成长期行为，就会成为这次争议的回响与注脚。若未来两人能在更成熟的规则里再次合作，那将是对所有善意关注的最好回应。不被话题绑架，让初心大于流量。流量是风，初心是舵。风能带你走得快，舵才能带你去想去的地方。年轻的艺人，愿你们记住，喜欢源于真诚，尊重始于分寸，信任长于持续的善意。把每一次舆论都当作一次校准，让才华与品格同频，让作品替你们说话，而不是热搜替你们定义。结语，把一次跌倒变成一次抬头。跌倒不是结尾。对白鹿而言，这是职业素养的再一次证明；对范丞丞而言，是成长的及时提醒；对我们所有观众而言，是观看方式的一次升级。当玩笑学会被尊重托底，当自由学会与责任同频，当安全与效果学会共舞，舞台会更亮也更暖。
愿下次再见，不是因争议，而是因大家都变得更好。微表情的启示，关系与边界的双重密码。有人问，微表情是否泄露了两人的真实关系？更稳妥的回答是，它首先泄露了人的真实、惊讶、疼痛、尴尬、缓和、照顾场面。这些共同构成了关系运行的密码。关系可以亲近，边界必须清晰，默契可以即兴，安全必须先行。把我懂你与我不越线同时写进互动，这种关系才会稳固而长久。写给正在奋斗的你，把体面练成底气。这场风波之所以引发共鸣，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职场里经历被效果吞没的一刻。请记住，体面不是虚张声势，而是自我保护与结果负责的平衡术。拒绝不是无理，而是提醒他人看见你的界限。善意不是软弱，而是带着锋芒的温度。把体面练成底气，你就能在任何意外中稳住自己。写给热爱幽默的你，让笑点与温度并肩。幽默是珍贵的，但好的幽默从不以上下不是为代价。练习3个步骤，先判断对象与场景，再评估可能的风险，最后准备可退的台阶。让笑点有梯子，大家才能上去也能下来；让笑点有光，才会照亮彼此，而不是刺痛彼此。写给所有制作人，让规程托举创意。别害怕流程会磨掉灵感，真正成熟的流程，恰恰是为了让灵感更大胆。你可以在安全的边界里任性，在完善的预案里放飞。当所有人都知道出事了该怎么办，创作者才更敢于探索新的表达，观众也更愿意把信任交给节目。写给关注这件事的我们，做更好的旁观者。我们都曾被回放按钮吸住目光，但别让重复观看替代认真思考。当你愿意再多花30秒验证事实，再多一句给当事人留余地，再多一次克制不去做2次传播，你就已经是让网络变得更友好的那一小股力量。余波与修辞，把对不起变成做得到。一纸致歉很容易，难的是把抱歉落实为做得到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若能看到更谨慎的互动，更清晰的流程，更稳妥的主持指引，公众就会明白，这不是一次公关，而是一段更新。当行动成为最响亮的句号，争议自然会变小，信任自然会变厚。回望那一秒，从痛感到洞见，回望始于那一声咚，终于一道顿悟。舞台的精彩不该建立在任何人的受伤之上，综艺的轻松也不该以踩线为代价。把痛感化成洞见，我们就拥有了改进的方向。以人为本，以安全为纲，以尊重为尺度，以创意为驱动。未来可期，把更好写成共同目标。若有一天，白鹿与范丞丞在更成熟的规则里再次同台，我们希望看见的是更自然的默契，更自如的笑点，更稳妥的照应，以及一次把功课坐在台前的示范。那将不是对流量的迎合，而是对观众的回礼，对职业的敬意，对自我的交代。从一次事件到一种文化，让我们用一次事件推动一种文化，尊重优先，分寸为纲，规则护航，创意飞翔。愿每一次争议都成为改进的燃料，愿每一次失误都能换来系统的增益。舞台因你我而生动，也因你我而更安全。感谢你读到这里，也真诚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看法。你如何看待舞台上的分寸与幽默？你觉得怎样的规则既能保护艺人，也能保护节目的氛围？别忘了订阅、点赞，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与经历。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推动理性与温度并行的力量。